有些时候真的很羡慕现在的玩家们，对游戏充满了无限的新鲜感，身体状态像大吃一惊生蚝的猛男，在屏幕前一坐就是一整天。想当初我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就这么说，随便来一个人我都不挑的，只要不喊停，我也能打一整天。不过确实今非昔比啊，群友水友都在进步，独我一人止步不前。但我想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呀。以前有精力是因为以前闲呐，现在每天高强度和生活兑现，白天高强度做牛做马，晚上还会触发同事之间强行社交的支线任务，或者还有让人心脏骤停的公司紧急事件。每到夜里总是心惊胆战，最怕的就是手机上的绿色软件突然响了起来。这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说我还哪有时间静得下心来好好打街霸呢？不过毕竟我是一个从老游戏一直过来的，很早以前就有经常换角色玩的习惯。到了如今的6代，对我来说虽然算不上精通，但上手也算容易。所以在面对生活高强度兑现的同时，又能保证快速上手打街霸，就是我们这类牛马的需求。我自己也是摸索出了一套街霸6养生玩法，希望能帮助到在座的小妞和小马们。那这一套玩法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快速了解这个游戏里赖的地方，而赖也要2种视角出发。一个是角色，首先我会列出几个上手非常快的角色，然后再快速指出最有效的打法。那第二则是系统，我会在角色部分之后为大家快速剖析。好的，先说说我认为非常适合拿来养老的角色，他们分别有维嘉、鲁克、肯、加米、朱莉和本田。如果我提到的角色有排名的话，那维嘉绝对是目前版本最适合养老的角色之一。理由非常简单，他的伤害非常爆炸的同时风险又很小，埋雷的系统加持使得他本来就很强的压制力变得更加恐怖。绿虫延伸出的招式就不用说了，快准狠，轮椅之王当之无愧呀。维嘉养老法就是把常规的连招熟悉一下，然后学压起身，平时少出一点剪刀脚就足以大成。另一个之一呢，那一定就是本田这个角色了。但可能需要分点情况哈。如果你本来就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功，那本田对于你来说或许并不适合养老。但如果你是新人玩家，觉得玩这游戏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不想学啊，只想在新手局里叱咤风云，那本田无疑是最适合你的了。很简单哈，拉后蹲着，过个接近1秒钟之后，随机拉前或者拉上，然后按拳或者脚，之后不断重复随机使用就可以出师了。本田养老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我把肯和鲁克放在一起说，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很相似的共性，那就是抢中攻击。这个特性需要结合我后面聊的系统上面，但之前大家或许或多或少都见过关于他们的表情包。值得一提的是，鲁克这个角色几乎没有太多练习成本，对老玩家来说，他的蓄力拳几乎没有什么难度，最多跳中拳的延迟取消更加考验木压。除了这些，鲁克就是一个只需要靠一些基础的理解就能光速上手的角色。那新人可能会犯难，但实际上即使你不练蓄力拳，也能打出不错的成效，无非就是伤害低一点，帧数上有差别。全程围绕着鲁克的拳脚出发，该发波的时候发波，该下中拳的时候下中拳，压起身不是头就是下中拳，你怎么都能玩得快活。对于肯也是差不多的，可以和鲁克一样，闲着没事干了就下中脚，对手反应慢了就大飞脚，把跑步旋风的连招熟悉一下，每次打中都约等于推到板边，然后无限头折拷打。这2个角色尤其是对于有基础的老玩家来说，上手起来非常快，搞得这2个像没有练习成本一样。要不是现在版本的维嘉收益实在是太高了，这俩角色呢也有削弱，不然我绝对会告诉大家，鲁克和肯就是最适合养老玩家玩的角色。话说回来哈，怎么加米都迎来了大削弱，怎么还是能上榜呢？其实加米对比前作，他的操作迎来了极大的简化，以前非常吃确认，现在要看的东西都剩不下几个了。有人会说我打不来连招，那你所有连段都是重拳 TC 起手，怎么也有足够长的搓招时间。有人会说我压不来起身，那全程绿虫中拳加针头折，怎么都能拿到不小的优势。还有人会说我大招搓得慢，那直接现代模式开局，练几天就能用加米轻松体验到街霸6带给你的快乐。更别提这个颜值和身材都是游戏里 T0 级别的存在，养老的同时还养眼，有什么理由不选择玩这个角色呢？最后还剩一个朱莉，我只能说这个也是重量级，新人朋友千万别被他的疯批引擎给吓着了。相信我啊，在你打到 M1700之前，你甚至可以不用练习他这个专项。告诉各位啊，朱莉的拳脚十分优秀，不仅判定很好确认，你也可以像肯一样没事按下下中脚，说不定就中了。加密稳定头折还要搭配个绿冲，朱莉板边直接前就是加3，省去多余的步骤，要么投要么按。同等级的新人玩家哪受得了这波零成本的压制呀？最多再去练一下绿冲的民工连，这几乎可以像加米一样带你快速体验街霸6的多巴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弱波，打得耐心一点就好。而且作为另一个街霸里的颜值担当，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去尝尝他足下的阿尔卑斯。所以你们看，
养生玩法的核心就是围绕着最朴素的打法出发，而我以上提到的这些角色前期练习成本对比其他角色来说都要低不少。然后我们再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游戏的底层玩法，大家耐心听完。掌握了这些东西，我保证你一定能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也能把这个游戏玩得像个样子。那所谓的底层玩法实际上就是卡普空专门为降低门槛设计的系统。这里并不是我要说无脑迸发这种有风险的招式，而是重心放在这个游戏的连防上面。因为轻攻击通常可以快速连发2到3次，但不是在连防的状态下，轻攻击被防通常都是不利的。很多玩家轻攻击点完之后呢，想接中攻击或者其他招式，那大概率是可以见缝插针的。比如鲁克点了2下轻拳，还想接一个中攻击，实际上他出中拳之前已是2针有力的。这意味着当你成功预判对手轻攻击之后要衔接其他招式的时候呢，你先出招就可以稳吃对手。当你清楚这一点之后，那么在新手局当中对战难度就会极大的缩小。你可以根据对手的习惯来选择抢招的时机，结合我上面推荐的角色，尤其是肯哈，打中就是超过1半的推板距离，轻而易举跟着板边投着。说起投，这也是街霸6里为了降低新手门槛设计的另一个玩法。现在的游戏里投中之后呢，给的优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角色都可以做到 lob 投，而 lob 投搭配猜投这个思路的话，就可以让自己拿到巨量的血量优势。所以为什么之前一直在强调投折？因为它的收益风险很小，配合打猜投甚至还能直接一波带走。哪怕高手对局里也有经常一直被投到死的情况，就是因为打猜投的收益实在是太高了。当然不是完全的安全哈，角色的后是有对头无敌的，不过对比起来风险仍然还算是比较小的那一波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迸发这个系统上面，新手局很常见的就是无脑迸和在板边的时候，新手有极大的概率在板边的时候忍不住小手，这种情况一般会被熟练一点的玩家洞悉。但是如果我们在对手起身之前做一些佯攻的话，是不是对手就很难反应了呢？相信我，比起无脑迸和板边忍不住小手的迸发，这招更加出其不意。但也不是说你一招先吃遍天哈，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大家用的次数一定不要太多。就像我上面说到的系统逻辑的3个点，我应该说的是非常精简好懂了。再搭配我上面提到的角色，大家把这些都结合起来玩一下，极大概率就能解决各位小牛小马抽不出太多时间练习，但又想有不错游玩体验的需求了。其实说实话，虽然只是推荐了几个适合养老的角色，但系统上的逻辑仍然可以对应到每一个角色之中。我讲的这些东西，或许让你在后期的游玩中呢养成一些小习惯，但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每晚概率触发的电话事件或者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你本来就在忙碌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忙碌，只想打打游戏的同时得到一些正向体验呢，就变得更加困难。不过我向各位牛马们保证啊，这些习惯不会让你埋下很大的隐患。我的出发点也就是想帮助和我一样同为社畜又喜欢打街霸的牛马们指明一点方向。以后我要是发现了更多适合养老的玩法，我也会做出视频来和大家分享。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期也是我临时加更赶在年前做出来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也算是给忙碌1年的各位一份小小的礼物罢了。视频的最后啊，祝大家新年没烦恼，家里不催婚，亲戚不攀比，结婚的牛马生活和睦，有孩子的牛马孩子听话，跟我一样单身的牛马早日找到另一半，不想找另一半的早日脱贫。总之2025一定要快乐。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就让我逃离宿命的浪。